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5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加拿大应该担心第六波 COVID 吗？目前还没有关于第六波 COVID 的官方全国性声明，但有很多喋喋不休和抱怨。在安大略省，与 COVID 相关的住院治疗人数上升，检测阳性率上升，废水信号上升，感觉 COVID 无处不在。联邦卫生官员周五再次警告说，在全国范围内 ，COVID 正在卷土重来，未来还有更多昙花一现和颠簸。在魁北克省的公共卫生研究所宣布了第六波疫情正向我们袭来。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传播率增加15%至30%与 BA.2 Omicron 亚变异体上升，以及公共卫生限制减少的综合影响有关。5月份加拿大的感染人数可能上升到每天23万至30万例新感染。很难掌握确切的数字。医学上有一句老话说，如果你不测量体温，你就感觉不到发烧。由于检测比大流行期间任何时候都要少，这不是应对大流行的正确措施。从理论上讲，它不应该像我们上一波浪潮那样糟糕，但有理由说情况会出现变化，因为公众无法正确感知病毒传播的事态。他们甚至没有真正在新闻中看到它。COVID 在很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新闻周期。我们已经摆脱了测试文化。政府已经劝阻公众不要接受检测。毫无疑问，批准的疫苗可以很好的预防严重疾病，即使是 BA.1 和 BA.2。疫苗继续有效，但是我们接种疫苗的人口中有一半尚未得到最佳保护的第三剂，特别是面对 BA.2 这样容易传播的病毒时。住院人数现在开始增加，虽远不及1-2个月前的水平，但医疗系统仍然相对脆弱。医院病床和 ICU 病床的巨大压力，就像几个月前一样。口罩可以很好的保护佩戴者周围的人及自己。当面对越来越多的病例增加时，重新评估解除口罩这项政策是非常好的主意。病毒不会循规蹈矩，按人们的主观意愿发展。与之前的爆发高峰期不同的是，人们不容易获得 PCR 检测，除非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因此，我们现在对于患者数量、患者在哪，以及社区的疾病流行率来控制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为什么2倍的加拿大人搁置了买房计划？在加拿大看似不会下降的房地产市场中，买家的疲劳最终会开始出现吗？ Scotiabank 本周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情况确实如此。根据调查，与大流行高峰期相比，加拿大人现在购买房屋的可能性较小。对生活成本上升、加息、股市波动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都在不断扼杀购房者的梦想。2倍的加拿大人正在搁置他们购买房屋的计划。在2022年的受访者中，43%的人表示他们正在搁置计划，而2021年为33%，2020年为20%。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超过一半的18至34岁的人表示，当前的经济环境损害了他们的财务状况，导致他们推迟拥有房屋。90%的人认为房价将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上涨，62%的人在买房前等待房价下跌。加拿大央行今年的加息 RBC 预计至少150个基点将推高房屋所有权成本。现在，温哥华的一个家庭拥有房屋需要花费其收入的 73.9%。在多伦多，这一比例为 68.6%。加拿大人为房屋支付的天价意味着他们对利率上升比10年前更加敏感。因此 ，Scotiabank 的民意调查发现，近 60% 的房主选择留在原地并翻新他们现有的居住地，而不是在2022年购买新房。这种状况高于大流行高峰期的 56%。35%的加拿大人也希望今年搬出现居的城市，以便获得更大的住房空间，而去年这一比例为 29%。
国际清算银行，世界正处于新通胀的风口浪尖。路透社，国际清算银行行长警告说，随着西方、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关系恶化，以及 COVID 后遗症导致全球化逆转，世界正面临通胀和利率上升的新时代。飙升的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意味着近60%的发达经济体目前的年同比通胀率超过5%，这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的最大份额。而在一半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超过7%。虽然美国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以及一些欠发达国家现在正在从历史低点提高利率，但如果需要根本性稳定经济，就需要迅速加息。国际清算银行 BIS 旗下集团总经理 Augustin Carstens 表示，我们需要对通胀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如果我的论点是正确的，央行将需要调整。这个论点是能源、商品和食品价格的反弹被乌克兰战争放大了，供应链受到大流行和贸易战的破坏，而生活成本上升意味着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还有迹象表明，消费者、企业和金融市场谁都无法预测通胀将达到多高的水平。虽然专业预测显示，未来2年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通胀率将超过4.5%，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将超过3.5%。直接的影响是，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迅速将他们的心态转向如何阻止通胀失控。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很少有人遇到过的问题。Carstens 说，但各国央行需充分意识到，短期增加经济活动和就业方面的成本是避免未来付出更大的成本代价。各国政府应抵制诱惑，提高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不能是扩张性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经济挑战源于过去10年或更长时间对供给侧政策的忽视。特朗普财富激增的原因是什么？根据福布斯的全新数据，在离任超过14个月后，前总统特朗普的净资产飙升至30亿美元。当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他的净资产为45亿美元。在他任职期间，这一数字稳步下降，一路下降到2020年的21亿美元。2021年，他的财富略有上升，达到24亿美元，这是他下台的第1年。特朗普的财富激增的原因是什么？特朗普有了一个新的头衔——科技企业家。对于这位75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延伸，他甚至不使用电子邮件，而是更喜欢在记事本中潦草地写下笔记。但他不介意跳入他以前几乎没有经验的行业，而且这份工作应该比总统职位更有利可图。事实上，他已经使他的净资产增加了4.3亿美元。Truth Social 这家特朗普控制的社交媒体公司正在苦苦挣扎。不过，数字世界收购公司是一家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旨在将 Truth Social 上市，目前正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截至周一收盘，该股已从10美元跃升至56美元以上。在2015年宣布竞选总统时，特朗普声称其身价为87亿美元。在最初的评估1个月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吹捧他的净资产已经大幅增加。据福布斯报道，特朗普2015年的实际净资产为41亿美元。特朗普哀叹在总统任期内资产额下降，因为当总统让他付出了代价。确定特朗普的确切财富非常困难。特朗普坚持认为，纳税申报表在对一个人的财富进行分类的方法不能真正反映其个人的财富状况。据福布斯报道，特朗普现在是世界上第1012位最富有的人。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